纳粹闯进一家奇怪的古堡，有人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按在水里淹死，有人身上莫名其妙自燃活活烧死，有人被皮带吊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推荐的电影是《战争幽灵》，主人公是5名士兵，他们被派往一座古堡驻守。在来的路上，他们击毙了一辆纳粹军官的车，拿走他们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接着遇到一群逃命的难民，胡子哥见孤儿寡母可怜，将从纳粹手中搜刮的金牙大衣全送给他们。几人走了几天几夜，终于到达古堡。但奇怪的是，原先在这里驻守的士兵见他们来交接，逃命似的逃离古堡。这5人组刚开始还以为是件美差，有屋子避雨，有大床睡，还有充足的补给。只是刚第1天，他们就感受到古堡透着古怪，楼上莫名出现声响。队长在屋内发现被烧焦的痕迹，地板上还有5条抓痕。胡子哥点烟却怎么也点不起来，打不开的房门转眼就自动打开了。眼镜哥在地下室发现一本主人留下的日志本，还有一张一家4口的全家福，只是在蜡烛熄灭的一会功夫，转眼照片上的人影全不见了。晚上，几人围在一起探讨自己的发现。这时楼上怪异声再次响起，似乎在透过琴声向他们传递摩斯密码。胡子哥破解之后发现意思竟是 5人组开始感受到古堡的怪异，于是准备分工放哨。紧接着胡子哥与眼镜哥在阁楼里发现一张诡异的祭坛，两人来不及多想，移动了旁边的柜子。当柜子经过祭坛时，柜门突然关闭，胡子哥手被夹伤了。当晚胡子哥在阁楼放哨，发现屋内石凳上似乎有个女人上吊的影子，但转眼间影子不见了，而他的后背也有影子悄悄走过。这时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一个鬼脸，这把胡子哥吓得够呛。不过当兵的胆子都是被加大的，他独自去屋外查看，却一无所获。第2天，几人都在讨论昨晚发生的事，眼镜哥却说起一件诡异事件。在一个满是伤残的战场上，他见到胡子哥与人玩翻绳子，但周围并没有其他人，而翻绳子是双人游戏，他是在跟谁玩呢？此时胡子哥恰巧过来了，他表示终于知道上一队士兵快速逃离的原因了。通过收音机传来的消息，有50名纳粹正朝这边赶来。胡子哥表示仅凭他们5人之力根本不是对手，要不他们先撤离到旁边的树林，等纳粹走后再回来。队长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擅离职守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其他人也是持反对意见，少数服从多数。为了作战准备，几人商量了一个对策，由胡子哥在阁楼放哨，其他们在暗处躲着，将房屋紧闭，制造放弃古堡的假象。晚上，一大批纳粹朝古堡赶来，见房屋紧闭，正准备撤离，没想到楼下怪异的声音又突然响起，纳粹破门而入。楼上的胡子哥见形势不对，一枪一个打了不少纳粹，但这帮纳粹也是身经百战的，一个手榴弹就将他们打得措手不及。黄毛哥眼疾手快，用自己的身体去抑制手榴弹，但手榴弹还是爆了，黄毛哥被炸得血肉模糊。不过有了黄毛哥的掩护，其他人得以短暂脱身。此时纳粹也朝屋内进攻，机智的队长躺在地上装死，等纳粹松懈时，打了他们措手不及。不过凭他们4人之力还是寡不敌众。正当4人被逼入绝境时，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1号纳粹被强行按在水里窒息而死，2号纳粹被按在椅子上活活烧死，3号纳粹被一条皮带上吊致死。第3天，几人看着满屋的尸体，谁也说不出所以然。这时眼镜哥拿出主人留下的日志本，表示这家主人曾好心收留几名犹太人，结果被纳粹残忍杀害，儿子被按到浴缸活活淹死，女儿被上吊致死，男主人则被浇上石油活活烧死。如今这几名纳粹的死法与主人们如出一辙，难道是主人的鬼魂在复仇吗？当然这还没完，队长在靠近浴缸时也被强行按在水里，恍惚中他还看到了4张鬼脸，画面一转，竟然是队长做的梦。但是这个梦太过真实，队长捂着自己的脖子，真的有被掐过的痕迹。几人商量一番，决定还是先离开这个鬼地方。这时楼上又传来摩斯密码，正当胡子哥准备书写时，手突然不受控制地写下一段话，竟然是与此同时，还剩下一口气的黄毛哥突然大叫起来，他嘴里说出一大串让人摸不到头脑的话。最后队长总结了一下竟是回忆都不是真的。黄毛哥的异常让几人更加坚定逃离的想法，哪怕是上军事法庭也不敢再待了。在安葬黄毛哥后，几人马不停蹄地离开了这个鬼地方。走着走着，他们竟在路上又遇到一群难民。定睛一看，好家伙，这不是他们来时遇到的那群人吗？那个受难的女人身上还有胡子哥亲手为她披上的大衣。几人走了1天1夜，发现竟然又回到那辆废旧的汽车上。晚上几人在树林里休息，胡子哥梦到自己回到古堡，差点没被吊死。等他挣扎的醒来时，发现自己脖子上真有被勒过的痕迹，地上还出现几个怪异的文字，维特布莱克。胡子哥愤怒地将其擦掉，
休息完毕，几人又继续赶路，但他们仿佛鬼打墙一般，转来转去又回到原点。他们准备再往反方向走时，等他们一回头，映入眼帘的居然是他们来时打死的那几名纳粹。终究他们还是逃不过古堡，走来走去，终点还是古堡。队长问眼镜哥，主人留下的日志里有没有提到尸体在何处？眼镜哥摇摇头，日志本的最后一页不见了。这时队长大胆猜测，是不是主人们没有被好好安葬，所以才不放他们离开呢？几人商量了一番，决定帮主人们完成心愿。他们在地上铺满面粉，以方便查看鬼魂的去向。夜晚，看着脚印正快速地朝他们走来，队长紧张的双眼紧闭，紧接着队长就被拖出屋外。队员们想开枪却无从下手，最终他们被带到一间小黑屋。在这里，他们果然发现了主人们的尸体及日志本最后一页。他们小心翼翼地将主人们安葬。这时眼镜哥将最后一页放回日志本里，意外发现主人们不是法国人，而是阿富汗人。在阿富汗的文字里，维特布莱克是起死回生的意思，只要将尸体安葬就能起死回生。此时胡子哥正坐在祭坛里，随着法阵启动，主人公的影子真的出现在房屋内。这时士兵们后悔也晚了，他们被一对一的攻击，而鬼又是刀枪不入。正当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之际，鬼影突然被虚化了。等队长醒来，发现自己竟躺在医院里，医生按住队长狂躁不安的身体，并告诉队长事情的真相。原来他们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医生为了作战后心理康复所模拟出来的场景。队长看着身旁伤残的队友，突然想到他们五小分队曾被派遣到阿富汗保护线人撤离，但在撤离前夕敌军提前赶到，线人一家将五人组及情报员藏在小阁楼，而他们就没那么幸运了。敌军一早得知他们是间谍的身份，线人的儿子被活活安在水里窒息而死，他的女儿被吊在房梁上，线人则被浇上石油活生生烧死。看着线人一家的遭遇，情报员却因为屋外垒满了敌军而阻止五人组出手，他们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们惨死。等敌军撤离后，五人组才慢慢撤离。没想到线人的妻子抱着炸弹跑出来，要与他们同归于尽。黄毛哥反应快，当即就用肉体抱住炸弹，但炸弹还是爆炸了。几人的伤势极其严重。不过队长不解地问医生，为何系统是帮我们做心理康复的，还要一次次让他们回到战场？还有系统为何会通过摩斯密码说出离开你就会死这样的话？主任医生表示，系统是根据他们的意志模拟的，只需要经历一次，等他们醒来就能回到现实。不过他还是有一件事情感到奇怪，就是黄毛哥几天前醒来，看到自己的身体后大叫，然后死了。队长恍然大悟，黄毛哥这是要告诉他们，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队长问医生，系统里提到的维特布莱克是什么意思？一旁的女医生表示 says it's a Muslim cursed。队长突然想到，现实中那个炸弹爆炸后，线人的妻子的嘴里似乎念念有词，难道就是诅咒吗？这时医院的电灯突然大闪，屏幕里出现了4个鬼影，难道他们一直都没有离开，而是一早就入侵了系统？一想到此，队长大惊失色，他让医生让他再进入系统，是不是他们在那场事故救下那一家人就能赎罪了？在医生的一番操作下，队长一行人又回到了战场。队长在夜里醒来，发现路上有个人影点着烟持枪对着他，但他却动弹不得，问了一句 What do you want？ 但等他缓了缓神，影子不见了。这一幕与电影开头如出一辙。这么说，队长他们并没有回到最初的战场，而是一遍遍的轮回。他们不会真正死去，而是一遍遍经历痛苦。以上就是战争幽灵的故事内容。导演以奇幻恐怖的故事来探讨战争对人类带来的伤害。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原片。